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两个平时是怎么带娃出去旅游的。Specifically 呢，这次想聊一聊我们去 Legoland 旅游的全过程，希望大家喜欢。要是感兴趣的小朋友看看我们怎么 2v2 的，那就继续看下去吧。这回我们选择的是 Legoland， 因为两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玩 Lego， 所以想满足一下他们的心愿，想去住到一个全部都是由 Lego 组成的城堡里面。这回我们选的略微有所不同，我们直接选择了这个 Hard 模式，准备开车去旅行。为什么想要开车去呢？第一个想要体验一下这个特斯拉自动驾驶从湾区看到 LA 到底有多牛。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坐飞机出去的，飞机加上机票、租车还有他们两个的 car seat， 每天的钱算下来其实还是不少的，所以我们就想这次呢挑战一下比较难的模式，就是开车。然后我们开车呢也是准备先在 LA 停留一段时间，所以是开5个小时，然后再开1个半小时到 Legoland。但是很多事情都是愿望很美好，但是现实是很骨感的。我后面也会说到，最后根本钱没省成，可能还花了更多的钱。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这里呢，我们就找了中部的一个小地方停了下来，给特斯拉充电。然后他们两个这个时候还很开心。其实有一点点苗头，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哥哥其实有一点生病，有一点咳嗽。我们终于到 LA 了，然后我们在酒店已经 check in 了。这个时候两个小朋友呢特别想去沙滩，所以我们就在酒店边上找了一个沙滩给他们玩。南加真的是我觉得还是比北加要冷很多，真的是好冷好冷。但是他们两个小朋友又没有办法，就是喜欢玩海水嘛，我们拦也拦不住，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海里面玩。这个其实是一个湾，他们玩得很开心很开心。玩好了之后呢，那天晚上呢，我们就在酒店里面直接找了一个餐厅吃。那个时候他们吃的也好开心，然后玩得也很开心，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体是很健康活蹦乱跳的。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就直接也不想出门，我们是申请了 Amex 卡，所以当时是有很多的返点优惠，所以我们直接就把钱用到了酒店的自助早餐上，然后准备吃饱了出发去 Legoland。 说时迟那时快，瞬间移动，我们就来到了 Legoland。 然后 Legoland 确实也非常的好玩，他们很喜欢。首先是有很多 playground， 这些 playground 它都有自己的不同的 theme， 然后还可以看到那边有好多真正是由 Lego Master build 的一些城市，非常的好玩。哥哥现在是属于运动能力开花的季节，我觉得翻天倒地的。这个我们也是看到哥哥他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去做木马，我们也是劝了很久，他最后终于说可以了。哥哥其实他胆子相对来说呢不是很大，所以我们也想要给他更多的机会去让他自己一个人出去玩这些事情啊。但是我觉得南加这个时候去呢，虽然是很暖和，太阳很大，但是还是比较凉爽的。就是我们其实是上周去，就是6月中的时候去的，还是非常的凉。然后他们也有 water park， 所以我们给他带了专门的泳衣泳裤，然后两个人在水里面玩得好开心。这也是给之后垫下了很大的伏笔。那天晚上我们住在酒店的时候，就直接发烧发到了38.5度。然后它伴随的还有呢，就是呼吸困难。最后呢，我们没有办法，半夜起来的时候只能带他去急诊。当时边上的时候也找不到特别好的急诊，或者说找不到特别好的儿童急诊室，我们就直接去了一个成人的急诊室。这个时候就想到，就是说我这边完全就没有视频资料了。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心情想的是很好的，就是说，咱们做一个旅游的视频，然后中间这个 vlog 的形式全部都拍下来。后面发现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半夜的时候，当你很着急的带着孩子去ER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视频。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我自己现在回来之后心情的感受。我想说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娃生病我做了什么事情。第二件就是平时的时候娃生病我们是怎么应付的。在这次旅游的时候呢，他娃生病其实也是 see it coming。 小唐已经生病了，然后小唐的抵抗能力比较强，没有发烧。但是小米呢，直接那天玩了2次水之后，他直接就发烧就不行了，然后发烧发得特别高，而且是有点呼吸困难，嗓子非常沙哑。我就在他睡觉之前呢，直接搜了一下边上比较好的ER，然后边上也没有好的儿童医院，找了一个成人医院过去。一开始已经睡着了，后来11点半的时候又被自己渴醒了。就在灯光很暗的情况下，我就听到他呼吸非常急促，然后我就叫来爸爸。我跟爸爸当时是一人带着一个娃睡，爸爸就觉得这样子呼吸肯定是不行了。首先今天晚上肯定是睡不好，第二个呢就是他这样的呼吸我们也不知道他睡下去之后真的是觉得很危险。第二点呢就是说，在过去的2年半的时间里，去 urgent care 反正是没
每个月去一次，他们每一个月要生一次病，对吧？每2到3次之间呢，总有一次一定得去 urgent care 或者是ER的程度。所以想想我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在这边也没有亲人，也没有可以帮手的人，所以我们是2个对2个。一旦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如果生病要到医院的程度的话，要么一个人带着一个娃出去看医生，要么就是4个人一起去。一般情况下呢，他们在生病的时候往往都是半夜嘛，所以就是出去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真的是好可怜，没有人帮忙。一方面看到小孩这么的难过，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发现真的是很无助，所以只能去找医生，然后自己也没有经验。随着去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也是非常有经验，家里药也是备的特别足，然后每次其实去医院之后呢，开的药也都差不多。比如说这次其实呼吸困难，我就知道他上次其实也碰到过呼吸困难的问题，然后就去医院呢，其实专门有一种药就是能帮他打开这个呼吸道的，非常的有效。我这次直接跑去医院，我就跟他说我能不能再开一个这个药，和医生说 sure。 就是每一次的情况呢不跟上次一模一样，对吧？然后有些药呢必须你还得去医院才能拿到最快的治疗，所以基本上也是没什么办法，每次都得往医院跑。所以这次大半夜呢也是没有什么办法，我们4个人就一起跑到了医院，然后我一个人就进到了房间里面，哥哥和爸爸在车上睡觉。当时医生觉得他呼吸非常的严重，所以还要我们拍了 X-ray， 然后还好小米就是一直都非常的乖，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非常不舒服的时候，他也会说我要去找医生，我还要吃药，但这个过程总是非常惊心动魄。第2天的时候是稍微好一些，但是我们也没有再带他去 Legoland， 他自己也不是很想去。我们这里附上一张我们在 Legoland 的集体合照，到此一游。我们就买了第2天的机票，直接就飞回来，然后把特斯普拉呢直接 drop off 在了机场。真的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本来想省钱坐一下车过去的，后来发现包括去亚的钱、机票、异地还车的这些钱加起来肯定是要比坐飞机过去要贵很多了。但也没有关系，知道他们现在还小，如果要稍微有一点生病的话，开车去旅行可能还不是一个特别恰当的选择。这个时候呢也是想要抱怨一下，就是真的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前几年，如果老是要生病的话，我觉得做爸爸妈妈，特别是在美国，如果没有亲人的话还是挺不容易的。但是这些不容易都换不来我跟他之间的爱，就是每一次生病，但每一次有康复，每一次跟他们拥抱，每一次他们回来再继续哈哈大笑，继续打闹，我觉得就是一个循环。就看到他们就是健健康康的时候，心里面真是充满了感激，充满了幸福。所以这一切就当做是一个体验吧。讲到小孩不生病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生完病之后，只要能够每次看到他们笑，我觉得都没关系。娃生病这件事情一直让我非常的苦恼，所以我也是一直跟别人取经，到底该怎么办。第一个就是说娃不生病那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他要去 take care 的话，那是不可能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在他生病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可以 build up 一个自己的 support system， 就是说你跟你的邻居啊，如果都有小孩的话，如果另外一个要去看生病的话，你就可以把小孩托付给他。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很多时间去经营这种关系哦。如果大家有什么小 tips 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多给我们一些帮助，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最后呢，就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做父母的一些快乐，还有这次旅行当中的一些意外吧。最后谢谢大家收看，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